那首先呢，在周线级别上啊，比特币同步了美股，走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下跌过程当中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然后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啊，17605到高点啊，这轮反弹呢是日线级别，但它没有完成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到达沙僧位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随即回落。那我们现在目前处在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下跌趋势啊，我们可以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啊，连接过来之后呢，没有办法找到焦点，证明它的下跌趋势依然存在啊，这个下跌趋势依然存在，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完整的完好的找到这个焦点，并且这个焦点在我们视线范围啊，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趋势才有可能发生改变。那目前为止啊，还是仍然处于在这个空头趋势当中，所以呢，在行情整体上来看啊，还应该以做空为主，直到什么目标出现呢？第一个目标位呢，我认为是在19000美金，这个目标位呢是行情波谷形成的底边线，这个黄色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有效的支撑，这个有效支撑呢，在行情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轮行情，特别是6、7、8、9、10月份啊，这几个月。这个行情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出现，底部位置出现之后呢，再出现它的第二轮反弹。第二轮反弹的目标呢，我认为是25%左右啊，这个反弹目标是在25%左右。这25%呢，是我们连接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观察到它的一个目标位。同时呢，这个目标位如果到达之后，我们会看到行情当中对5月底6月初下跌会形成一个第二轮的回补动作。这个回补动作呢，之前在反弹过程当中，在6到8月份啊，已经做了一轮了。那9到10月份啊，它有可能做第二轮的反弹回补动作啊。这个动作呢，目前还没有发生的趋势，但是呢，行情当中啊，我们要对这个趋势有预判啊。当前发生的行情呢，依然处在下跌趋势当中，但我们要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这轮反弹有一个预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在底部波谷的这个位置上啊，有筹码结构上的支撑。这个支撑呢，在我们18年的行情当中，在15年的行情当中都看到了啊，它的第一轮下跌分别都是18年和15年的行情当中，第一轮下跌都是70%。那么目前为止，比特币从69000美金跌到17605，跌了75%。但是我们看到2万美金到19000美金这个平台上是跌幅达到70%。所以呢，在70%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位置，容易产生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作用是什么呢？让你产生一个幻觉，让你产生行情底部就在19000美金。这个19000美金呢，我给的并不是非常精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行情实时变化了嘛，要根据行情实时来。但是就目前来看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做出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可能性非常大，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走出了乌坤一线、巴金一线、沙僧一线。目前在沙僧一线这个位置上，最后的唐僧最后的一跌也可能出现有可能出现之后呢，19000美金的这个阶段性底部。熊市中期的阶段性底部最终可能会出现，然后呢，围绕这个阶段性底部这个阶段性底部已经做出了一次回补动作，然后紧接着我们还要有这个2次回补动作的预期，3次回补动作的预期有可能发生一共3次回补动作，最终呢，这个19000美金底部位置最终将会跌破这个行情都是套结构的。我们看到了反弹收敛结构、下跌收敛结构、反弹收敛结构、下跌收敛结构然后反反复复都是围绕什么呢？都是围绕前面行情当中形成的波峰连线它来做一些的工作。前面行情当中形成的波谷连线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性作用。所以呢，目前来看19000美金是一个关键的位置。那么什么时候行情能够发生变盘呢？要耐心等，这个还没有出来。为什么这么说还没有出来呢？因为我们有这样预期，就是行情当中方向性的变化一定要有标志性的 K 线什么是标志性的 K 线呢？比如说6月19日的这根阳线，它是在下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实体的标志性阳线看图一定要看图，听我的课一定要看图。
标志性阳线出现之后啊，我们判断啊，它可能有一段行情的拉升。为什么这么说呢？下跌过程当中的反弹，这个力度足够大，并且呢，它的下跌空间已经足够大了啊。这样的话，足够力度的反弹就为反弹趋势提供了一个悟空 K 线。提供了一个趋势上的保证，在悟空 K 线没有被杀死之前，它的反弹一直存在，并由悟空 K 线看图并由这个悟空 K 线生发出来八戒 K 线、沙僧 K 线组这里的悟空 K 线和后面的八戒、沙僧一定要通过合并 K 线找出行情当中的规律。这些规律一定要通过合并 K 线来进行分析。那么当前行情的下跌趋势是因为19号的这根悟空阴线，这根悟空阴线呢跌破了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收敛动作，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那这个下跌趋势在这个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的影响下还没有完全走完，我们对它有一个唐僧阴线的预期所以呢判断行情目前处在下跌趋势当中。当然了，如果有阶段性的日线的标志性的阳线开始反弹了，那么我们将会认为第二轮对这个3万美金到17605的回补动作将要开始。所以呢，看行情和做人做事都一样这个原理都是通用的，就是你一定要抓住行情中的关键点。那什么是关键点呢？这个关键点就是行情当中能够推动行情向前走的一个标志性的 K 线。抓住这个标志性的标志时间级别的 K 线之后呢，你才能把握行情当中的趋势，做到趋势上的获利，最后呢得到趋势上的利润我们在一个阶段上赚得的利润呢是偶然的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但是如果你能把握趋势上的利润，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所以呢，这轮行情当中从这个大三角跌破开始，也就是34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上开始，我就一直强调要做空头为什么要做空头呢？我们当时给出的原因就是去年，也就是21年1月份它形成的底部位置、底部连线、波谷的连线波谷的连线跌破了，在这个位置上跌破之后呢，行情的空头趋势完全打开，直到今天这个空头趋势依然存在，最终呢它形成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为我们空头带给了我们空头很多的利润。所以呢，这轮行情在震荡过程当中，在日线级别上在这个更细微的级别上一定要把握它其中的规律和趋势上的力量才能更容易的在行情当中获利，你才更不容易动摇自己心里面上对盘面的看法，从而在仓位控制上、在止损控制上做错。那么我们说一下以太坊说完比特币，说以太坊。以太坊走到这里呢，我们观察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也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变速箱这个变速箱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了前面高点 0.088 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再次它有可能发生突破，但这个位置呢前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这个变速箱走到这里面，它重新形成了一个压力线的结构。这个压力线呢，我用红色线我把它切换成红色线，红色线标识了出来。那目前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加速过程、加速反弹过程已经走到尽头。行情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有可能重新回打下来，并且它不断的在9月9号会接近到这个焦点位置。焦点位置呢，我认为是一个做空的位置，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很有可能在行情当中很快会回打下来。那么行情当中呢，我画出了一个绿色线。我们打到周线级别把这个时间周期放大，打到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它的行情当中，它在行情当中很容易出现这种对称性的结构，也就是说，这个下跌5月份的下跌，这波下跌对比特币结构的一个下跌出现了反弹，反弹之后呢，还容易出现二次的下跌，再次的下跌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快速的下跌，并且目前来看
再次接近了前高，在这个位置上呢，以太坊走独立行情的概率不是很大，所以呢，我在这个位置上啊是比较看空以太坊的。然后我们打到以太坊这个位置啊，在以太坊的结构当中啊，我们首先在周线级别上啊，我画出来的这个波峰连线形成的弧形顶依旧存在啊，目前的压力位大概是在$1700附近。那么二者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5月份形成的波峰连线啊，这个绿色线的波峰连线，对它构成的压力位在$1650到$1600之间。这个压力位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啊，通过交点之后形成的延长线，在这里面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行情连续4个交易日对这个压力位进行测试，测试之后呢，总是不通过。不通过的原因啊，它反弹不通过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面存在啊1600、1650、1700三重的压力位啊，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啊，它不容易反弹上来。所以呢，目前行情从$1600到$1700这个区间上呢，是布局以太坊很好的一个做空的一个位置。这个特别是这个红色线啊，$1700这个红色线，周线级别上呢，它形成的过程超过2年。啊，从去年20年的11月份啊到今天接近2年，还有3个月嘛，啊，现在是还有2个月，接近2年啊，接近2年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完成突破啊，在这个21年5月啊突破了一点点，突破了2周，但是呢经过顶部啊，也就是去年10月份的顶部啊$4700啊，$4700一直没有完成突破，所以呢，这个位置是事实上的一个压力位啊，$1700啊，在行情当中对它一定要重点关照啊，特别是在今天8点半有这个非农数据的一个预期之后啊，如果插针到1650到1700啊，是一个做空的一个很好的位置啊，这个压力位啊一定要多重的去分析啊，我们分析它直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分析它弧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啊，同时呢，也要看一下的这个均线压力位也正在走过来啊，这个均线压力位呢是这个144和169啊，这2条均线我画出来的一个压力位也正在走过来，所以呢，它不仅仅是3座大山了，它是4座大山在这压着，所以呢，以太坊的反弹空间已经不大。但是它的下跌空间呢是大的，因为我们观察到啊，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它经历了什么呢？它经历反弹过程当中形成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呢，它形成了一个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目前走到了周线级别的8线阴线这里，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阳线，这个阳线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妖怪 K 线，也就是干扰我们视听的，干扰我们对行情预判的一个妖怪性 K 线。那么我们出现周线级别悟空阴线之后，我们就有这个8线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组的一个预期。这样呢，以太坊的价格这轮行情目标位呢，我们是看到$1100附近的。那么行情当中还有 LNC 啊，今天表现啊非常有趣啊，它的高位呢，我们看到了，它经过连续上涨之后啊，日线级别的上涨啊，我们打到这个1000倍的 LUNC 啊，因为这个 LUNC 啊本身它经过了快速下跌，从$100多下跌下来之后啊，它的 K 线已经没有办法看了，所以呢，我们观察它的合约是怎么个情况呢？啊，它会形成一个比较规律的啊，可以看到的一个 K 线组。那在这个 K 线组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日线级别从8月23日这一天呢起涨。这是一个起涨的位置，起涨之后呢，发现了悟空阳线，这是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走8件阳线组啊，8件阳线出现之后，连续4个交易震荡，然后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啊，它又走出了一根阳线，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之前的行情当中啊，这一组 K 线构成了啊，看我画到哪里啊，构成了一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然后呢，它紧接着又上涨了，又上涨之后呢，我们切换时间级别啊，看到了它在今天午后形成了一个快速收敛动作。这个收敛动作呢，我们一定要这样分析啊，这个收敛动作呢，形成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我们打到15分钟级别啊，15分钟级别发现了非常规律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然后在午后15点左右发生跌破，跌破之后，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呢？4次波谷。
这个是非常符合江恩法则的4次波谷定律啊。江恩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等位置发生4次波谷之后，非常容易跌破；等位置发生4次波峰之后，非常容易发生突破。4次波峰突破，4次波谷跌破，一定要记住啊！波谷跌破之后紧接着出现一根标志性的阴线，这个标志性阴线我们观察到时间级别15分钟级别了，所以呢，我们对它有一个15分钟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因为它有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已经走出来了。上面的行情呢不好把握，但是这块的行情我把这个辅助线都去掉了啊，这块的行情就非常好把握了。为什么呢？标志性的阴线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位置进场了，然后走这个8阶阴线，15分钟级别的8阶阴线，15分钟级别的沙僧阴线，然后唐僧阴线，所以几乎这一轮我们吃到了一个完美的30%的利润。30%的利润，当然了，我是五成的杠杆。如果你是20倍的杠杆的话，20倍杠杆的话，你可能就要乘以4，120%，100%的利润会达到100%的利润。当然了，对于这种山寨币来说我认为5倍的杠杆已经足够了，因为它波动性非常巨大我们可以看到它从最高点到目前为止的阶段性低点已经下跌了28%，这样大的快速波动无论是多还是空，都对你产生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呢，尽量低倍杠杆它本身的波动呢，就是以太坊、比特币波动的加成，本身自带杠杆。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你做它的话，5倍杠杆以下，甚至做一些它的现货就好而且这种山寨币适合什么呢？适合高手玩家，适合有经验的玩家，适合懂得设置止损控制自己仓位的玩家。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日晚间19点43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道指呢在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发生了反弹。那么我们看到了这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分别是由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最后的唐僧阴线组构成。唐僧阴线之后再度形成了一根阴线，那我们可以把这根阴线呢当做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第2轮的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反弹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这根也就是8月31日的这根悟空阴线开盘价没有被反弹过程当中的收盘价吞没，这样的话第2轮悟空阴线依然存活的情况下，所以呢有可能发生第2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分别可以画出这个悟空、8阶沙僧、唐僧的这样的一个第2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预期。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合并 K 线，通过切换时间级别切换的周线，看到行情当中已经走出了8月22日这周的悟空阴线和目前来看的8阶阴线。那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周线级别就有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预期，我们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这样的话呢，在2轮半周线级别大型的下跌细游之后这2轮半下跌细游呢分是这个通过道指的最高点36952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呢，发生了周线级别的反弹。那现在呢，我们同时会有这个道指周线级别的一个下跌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行情当中出现了对称性的情况，周线级别上涨之后有可能发生周线级别的对称性下跌这也是行情当中的预期。当然了，今天晚上非常关键因为美国这方面有一个非农的报告要在今晚8点半20点30分北京时间20点30分出来，所以呢，今天的行情非常微妙。首先是8点30的这个预告出来之后比特币或者是道指的主联道指的盘前合约有可能发生一个快速的拉升因为每轮行情都是美股只要出现消息面的影响因素、消息面的干预
啊，无论是好的消息也好，坏的消息也好啊，都会在这个位置啊，在消息落地的同时快速拉升，之后呢回到原来的方向。那今天呢，开盘时间是21:30，消息落地的时间呢是20:30，所以呢，它有个时间差，在这样的时间差情况下呢，我认为道指会有一定的拉升，之后呢，会影响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道指的盘前合约会有一定的拉升啊，影响道指开盘会有一个略微的高开啊，然后呢，行情重新回到它的既定方向当中。既定方向当中，那比特币我们怎么看呢？首先8点半的时候，我认为会有一波拉升拉升会突破一个均线系统我们切换到比特币了这个均线系统呢，我们用币安的这个有些合约来看它可能会突破一下子，短时突破一下子这个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个均线系统呢是小时线上的因为我们观察的时间是级别是小时线的，对小时线这个均线系统略微有一些突破之后重新回到下跌趋势上来，所以呢，对于空头来说，今天晚上要略加小心。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比特币的整体行情